阴阳祸乱，民不聊生。然天道有灵，界王出世，带领人族荡尽世间妖，一统阴阳来界，还九州盛世太平。先来！万万不可！再跟阴阳门一生艰险，法师将毁啊！既你我共掌阴阳两界，我们日日生息。谨记，竟敢班门弄斧！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！天界王，主人，起！阴阳门有断，各界暂时太平，先我将四种器交付于二人，你们定要悉心守护。是。江素云在。李持天法剑，掌人族气运。雷月在。李持地灵剑，掌人间秩序。庄启山在。李持三皇剑，掌人族礼法。钱正德在。你便给玄黄鼎，可镇九州。星人剑也是封印两界的重要基石，你必须好生守护。我违背天道，修为大，留此诛心于暂避人间，重修仙道。关剑盟就交给你们了。臣等领命。阴阳之门异动不断，10年后，你们将用四神器唤醒我的法身，我将彻底封印阴阳门，定四方太平。是。主人，你们是谁？壮波。钱呢？臭小子，让你好好尝一尝富人的味道。你想干什么？把这离婚协议书签了，赶紧的！离婚？不可能，若曦不会跟我离婚的。看看你前妻，她已经签过了。不可能！废话什么？别他妈废话！若曦不可能跟我离婚的，我要去见她。痴心妄想！妈，谁是你妈？若曦这些年日夜操劳，白把你一个送外卖的养了7年，你就是我们柳家的吸血鬼呀！我给若曦的鱼符有大运加持，可保柳家平安的。你说的就是这玩意儿，你倒是说说看，它怎么加？我不知道。嘿，还给你！我们柳家不欠你这个废物的。这东西的另一半丢了，纵然你说它有什么气运加持，现在也不管用了。现在还你正好，垃圾配垃圾！太甚！我废了你！哟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想起来了，我跟若曦已经订婚了。你要是再活着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给我埋了！是。主人苏醒了，召集人手，随我去迎主人。
是叶枫？小姐，肯定找错人了。他一看就是流浪汉，怎么会是老家主要找的人呢？有事？喂，怎么和我家小姐说话呢？你好，一周第一世家万剑盟戴盟主找你江可心。你的未婚妻。爷爷的眼光真好，好帅，好有男人味儿。我已经结婚了。知道柳家柳若曦嘛，可惜啊，她又要结婚了。我看呢，还是跟我走比较好。松开！那就等她结婚后，你再来找我吧。王秦正德，青雀，恭迎界王神君归来。起来吧。界王神君，您终于回来了。阴阳门开启，仅剩寥寥半月，为何不唤醒我？我曾召集其余执剑人，但这几年世家纷争不断，庄启山和雷月遭遇离世，两家后人不愿应召。江素云尚在人世，但江家好像正在内乱。好大的胆子！属下无能，请界王降罪。此神器本就相生相克，这不怪你。起来吧。当年我修为散尽，如今阴阳门即将开启，我要拿回所有神器。万剑盟可还在？您亲手创立的万剑盟，如今不仅是九州之首，更是横跨数国，势力遍布各大洲。万剑盟盟主之位，从来无人做过。江素云如今只是代为掌管，仍待界王归来。好，你召集万剑盟的事，让那些人来见我，我要亲自取回所有神器。山不来见我，你开了那山！愿为界王驱驰。您赐予秦正德的神器玄黄鼎，震于中州，属下不敢轻动。如今界王归来，不如借此设宴举鼎，顺道要各大世家归还神器。好，此事交由你去办。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去趟柳家。当年若不是刘老爷子救我，恐怕我就流落街头了。待我安置好若曦。界王，青雀斗胆，那柳若曦不值得你如此垂怜。昨日宣布与您离婚，明日便要同庄家的庄波订婚。明日订婚？回中州。哎呀，恭喜啊！谢谢，客气客气。你们看，我女儿和庄少真是郎才女貌啊！祝柳小姐和庄少爷百年好合。刚死了前夫，就又嫁人了。可能说不定婚内就勾搭上了。这我说呀，这前夫死了也是一种解脱，这样活着多受罪。你请他过来了吗？你说什么啊，宝贝儿？我可让你看过他亲手签的离婚协议书了，难道你还对他念念不忘吗？怎么会呢？我只是遵守爷爷的意愿照顾他而已，也算是给他一份恩赐吧。街王，这是订婚宴的邀请函。在您清醒之前，因为柳小姐拿着您的信物，所以晴天集团屡次帮助柳小姐。这邀请函是她亲自给的。街王，可要属下陪同？不必，我会亲口告诉他我的身份，重新迎娶若曦。秦爷贺礼到！东南亚海岛一座，御天华景楼盘3栋，私人定制空客 A380一架。我的老天爷呀，秦爷都送礼了，这下我们可真成了名门望族了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很意外？你已经和若曦离婚了，你想干什么？若曦，我今天过来是为了带你走。当年我赠你负心鱼，忽悠柳家走到如今，现在
我有能力可以让你梦想成真，让柳家登上世家之巅。这些贺礼就是证明。若曦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叶枫，什么叫你护柳家走到今日？那我呢？是个笑话吗？竟然还说秦爷的聘礼是你的，真是天不知耻。对呀，你觉得柳家是你扶持起来的吗？那我庄家也是你扶持起来的。庄启山是你爷爷？闭嘴！我爷爷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庄启山在这儿也得下跪称臣？脑子进水了吧你！够了，叶枫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世界的人吗？我柳若曦已经站在你仰望不到的高度。站在我仰望不到的高度。柳若曦，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你亲手缔造，那我就要你看清楚真相到底是什么。秦正德，收回贺礼，取消与柳家的一切合作。哎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柳家的项目是你促成的啦？啊？你知道我耗费了多长时间才得到和晴天集团的合作吗？如果真的说谁帮过我，那也是庄少，也是秦野，但绝对不可能是你。你当真以为这一切都是他在帮你？是，庄少是万剑盟庄家的继承人，万剑盟将统治中州，至高无上。而你叶枫什么都不是。我希望你不要为今天做的决定后悔。什么？合作取消了？运礼车！你们不能拿走啊！我的大飞机，我的大别墅啊！妈妈，你不会这是真的吗？这个穷屌丝不过是请了几个剧演员，买了几个模型，编了几条假话。模型，大家还是觉得是真的吧？可是秦爷确实取消了和我们的合作呀。放心，我刚才收到消息，秦爷要在中州举办风云宴，为玄黄鼎得主。风云宴，万剑盟所有世家齐聚，是举世无双的宴会。听说此名是界王亲赐，只在7年前举行过一次。不错，而且这次得主会立新的盟主，登上龙泉宝座，所以取消一切商务活动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这个穷小子一定是事先得知这个消息，所以过来捣乱，来破坏我们的订婚宴。我没想到，竟然做到如此，我当真是看走了眼。没了我，柳家从此衰败。妈妈，无妨，我庄家可是万剑盟世家，到时候我把若曦带回去，一睹新盟主的风采。倘若能借此机会结识新的盟主，别说是秦家的一个项目，我让你们柳家一夜腾飞。庄少，还好有你。主人，他们如此羞辱你，让属下带人进去，尽速诛杀。不必了，秦正德，那个合作项目暂时不要对，在风云宴结束之后，对柳家，柳家当年救过我，就算是最后的报答之。是谢王。对，这是庄家的提议书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通知各大世家，要在风云宴上开玄黄鼎，拿玄黄鼎得主，以此昭贺天下您的归来。若他们不交，走，去领。是啊，你还在这边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爸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秦正德要我带庄家的三皇剑去，他要给玄黄鼎择主，关我屁事！搞的什么鬼主意？我不知道。难道界王出现了？不可能，界王不过是一个传说。秦家这次他是要推选新家主，借这次风云宴认主立威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有庄家血脉，且从小有三皇剑滋养，也可以是玄黄鼎之主啊！什么？没错，这次正是天赐良机。不管他秦正德想捧谁，这次你一定要抢在那人之前拿下玄黄鼎。只要我
庄家再多一件神器，整个万剑盟都臣服在我庄家之下。你这废物，竟敢追踪到这里来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快给我滚出去！受邀而来。我呸！大胆！哎呦，这是刚跟我们家若曦离婚，又找了个狐狸精啊！上次找了一群演员，搅黄了我们若曦的订婚宴，现在又来这里闹事。叶枫，我不管你想来干什么，但这里是风云宴，邀请的宾客只有万剑盟的世家，我们柳家也是靠着庄少的关系才行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走，这宴会开不了。大言不惭！难道这风云宴是为你开的？叶枫，你不装逼能死啊？论装逼，谁也没有你庄波厉害。说什么？叶枫，你上次在我和庄少的订婚宴上捣乱也就算了，但这里是你惹不起，我原谅你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保安，只要你乖乖的爬出去，我就不打断你的头发。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看谁敢动我。哎，又开始装逼了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这里的服务生啊，怪不得理直气壮的出现。既然是服务生，那就留下来吧。刚好小业务的皮鞋脏了，来给爷擦干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生什么气呀？小心乳腺增生。姿色倒不错，居然给他服。怎么，废物，你这是又花了大价钱请来了好演员啊？就是一个小服务生，装什么装呢？啊？叶枫，谋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不管你干什么工作，我都不会看不起你。但是你不应该撒这样的。妈，庄少，跟他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对呀，降低我们的档次。主人，无知小臣，无需为此。想不到秦爷竟此时公开为神器择主，秦爷老了，神皇鼎乃是神器，自然要为他找个主人。择主拥有神器的就只有4家，那4家肯定比我等有优势。秦爷无后，而到场的就庄家。玄黄鼎的主人，我看早就定了。庄波见过3位家主，若曦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位可是我万剑盟举足轻重的3位世家家主。庄少年轻有为，如今又与中州第一美女总裁订婚，真是好福气啊！你怎敢坐着风云宴龙泉王座？竟敢坐着风云宴龙泉王座，这是专门为界王设的位子，以表我等对界王无上的尊重，无人能坐。你这是在以下犯上！万剑盟的地界，我想做哪就做哪。马家主，别跟着傻子置气，这货这里有问题。刚才就进来的时候，还冲我们3人说这个宴会是为他举办的呢。他呀，不过是个服务生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扯下来，让位置好好踏实干净。界王乃是9州之主，万世之君，龙泉王座岂是他这种低贱之人可以染指的？马家主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放过他吧。他最近受了很多刺激，导致精神错乱，并不是故意冒犯界王和世家的。这样吧，我马家给你这个面子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，但此人必须向在座的所有世家赔罪。没错，小子，你胆敢坐界王之位，冒犯界王之威，赶紧向这宝座磕3个响头，然后再向我万剑盟各世家3大家主跪下磕头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叶枫，快下来，向所有人道歉。当然。哼，敢跟我庄家庄波装逼，少他妈在这故弄玄虚啊！我看过今天的天气预报，有雷阵雨，凑巧罢了。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既然你死不悔改，
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界王功盖九州，为我九州子民带来盛世和平，竟敢染指界王之位，还冒充界王，罪足够你下地狱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你若不反抗，上天可以饶你一命。毕竟今日是玄黄鼎择主之宴，见血总归不好。但若你顽抗到底，万剑盟你会心慈手软了。怎么，你想杀我？长安，哼，那可真是太便宜你了！冒充界王，染指王座，活罪不可免，死罪亦不可逃。我可听人说，此作为玄黄鼎之主，方可拥有。等秦业一来，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他丢出去！找死！此处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闭嘴！叶枫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你能得罪的。你再这样闹下去，我真的保不了你。你是怕我会耽误你跟秦正德的会面，怕你丢了那项目吗？叶枫，那个项目对于我和柳家来说确实很重要，但你已经毁了我的前半生，你能不能放过我的未来呢？况且这里顶流云集，要你的命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。我真的是在救你啊！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更何况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能动得了我。庄家、马家、蔡家，不是我针对谁，在座的各位在我眼里都是垃圾。叶枫，我知道你跟我离婚有怨气，但是你不应该把怨气撒到这里。收回那句话，跟所有人下跪道歉。若曦，既然他不领情，你何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得罪万剑盟啊？柳小姐，商场如战场，可不要因为某些绊脚石前功尽弃。马家主说的是啊，这中道崩殂的家族真不少。柳小姐，可不要忘了前车之鉴，为了这些得罪我万剑盟。年轻人念旧也很正常，只不过柳小姐，你要看清场合才是。他诋毁齐言和万剑盟，甚至染指王位，冒充界王，就算齐爷到场也保不下他，更何况是一个柳家。好，我柳若曦为你叶枫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你既然不需要，那我不会再对你动一点点的恻隐之心。哎，若曦，他既然铁了心要和世家作对，青叶便不用走了。刚才给过你机会了，年轻人，可惜你犯了3大罪，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界王征伐九州，开太平盛世，那是无双上人；你假冒界王，这是第1大罪。大言不惭，既然声称万剑盟与朱世家不配让你下跪，这是第2大罪。此宴乃是风云宴，是秦老为玄黄鼎择主，你搅乱宴会，不敬秦也，此乃第3大罪。3罪并出，罄竹难书。我万剑盟100年传承，3英代官，岂容冒犯啊！今天我庄波就以万剑盟庄家嫡子之名，誓言要将你叶枫狗头取下，以平万剑之怒。今天玄黄鼎择主之宴，本来不该践行，但是像你这样的小人混了进来，我等就不得不先替秦业清理干净。我马化发，万剑盟马家掌权人之名，今夜要斩你叶枫，以平我万剑之怒。我万彬彬以我万家之名斩你叶枫，以敬剑舞，凭我万剑之怒。我蔡西坤也以蔡家之名斩你叶枫，凭我万剑之怒。斩杀叶枫，凭我万剑之怒！斩杀叶枫，凭我万剑之怒！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今晚谁能杀我。冥顽不灵，今夜休想离开这个地方！我万剑盟万年传承，3英代官，岂容冒犯？你以为你染指龙王座就可以凌驾我等之上？哈哈哈哈！笑话！
如果你是真正的界王，为何身后的玄黄鼎不见半点反应？假冒界王，罪恶滔天，就地格杀！好大的胆子！秦野，朝成的。秦野，今日乃玄黄鼎择主之日，但有宵小染指王座，还请秦野下令诛杀此子。请秦野下诛杀令，请下令诛杀此子。今日乃是玄黄鼎择主之日，难道你们想见血腥？难道想诅咒神器，诅咒界王？属下不敢。我等不敢，我等不敢。不敢？我看你们胆子很大。秦野，此人冒充界王，辱我万剑盟，你难道就坐视不理吗？你在教我做事？玄黄鼎镇人族，护持人士，不为义务所侵。界王虽将玄黄鼎赐予我，但我也无法完全掌握。今日我将卸任玄黄鼎之主，为玄黄鼎得新主。就让你们当我的陪衬吧。玄黄鼎是和人族兴亡，不可轻动。但神器有灵，自会择主。得此铜钱者，为玄黄鼎新主。鼎声三响，玄黄择主，秦爷大义。秦爷，既然您自愿让玄黄鼎认主，那我就签为第一个好了。慢，马家主，你年纪不小了，怎么好意思第一个？好了，马华发，你去试试。这回让马家领了先，若真是让马华发得了玄黄鼎，这万剑盟以后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。玄黄鼎乃是九州重器，其中包含了人族兴亡之气运，更别提是龙脉之祖。要是没点机缘，别说那枚铜钱了，就算碰到你都难。若是真有机缘，机缘？若真有机缘，无论你自身修为如何，靠近玄黄鼎，就如同用无人之境，轻而易举就可以拿走。到此为止了，这东西你们拿不走。怎么，你不会以为你是玄黄鼎？跳梁小丑这把戏让你玩的明明白白的啊！你不过是废物罢了，还敢大放厥词？怎么可能？马家主，看来你的命还不行啊。也是，这个神器怎么会选择你？神器是我蔡西坤的。这或许是你们阳刚之气过剩，让我万冰冰来试一下。来。主人说不要透露他的身份，此宴不仅要收复玄黄鼎，更要震慑万剑盟内世家之心。是我无能。难道我万剑盟中竟无一人与玄黄鼎有缘？今夜场中还有2人未曾试过。哦，是谁？我。今夜我可否一试？庄少果然比别人走得远，只差3步就要靠近玄黄鼎了。只要庄少拿到铜钱，庄少便是玄黄鼎之主了。哎呀，我柳家真的要走大运了！可惜你可要好好的抓住庄少的心呐，
若是庄少成了玄黄鼎之主，我们柳家可要飞黄腾达了呀！当初让你甩了这小子，是真的没错，否则啊，我们柳家现在不知道还要被他连累到什么地步。妈，别说了，若真是他拿到了该怎么办？万家主不是早就料到了吗？只要拿到铜钱，庄家便会拥有2件神器，而代盟主江氏才只有1件神器。到时，庄家甚至会凌驾于整个万剑盟之上。别说九州，这个世界，到时才是庄家的舞台。我曾经翻阅典籍，若是5件神器在手，说不定可以获得登神的资格。你们可别忘了，这些神器都是界王神格所化。只可惜，界王陨落之后，最重要的护心鱼符不知所踪。可惜，我等是没有福气了。马家主见证神器择主，也是我等夫妇。西元县天地洞，难道？难道？西元县？难道神器是庄家的了？竟然能靠近玄黄鼎！叶枫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庄少只差2步就接近玄黄鼎了，那枚铜钱就唾手可得。像你这种废物，也只有羡慕的份儿了。靠近有何难？能不能拿到铜钱还要另说。谢峰，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有那么难吗？你今天出的洋相还不够吗？还要继续作践自己吗？有的人身如草芥，心比天高。要不是今日是玄黄鼎择主之宴，你能否活着站在这里都尚未可知。你有什么资格去嘲笑庄少？他全身上下硬的就只有这张皮，等神器择主，看你再怎么了。那就等认主再说吧。庄少，请让我们再次听到鼎鸣之声。庄少，让我们一览神器的风采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庄少，庄少，我是玄黄鼎之主。我已经碰到了铜钱，玄黄鼎是我的，我是玄黄鼎之主。神器有灵，若他认你为主，叫他一声，看他答不。玄黄鼎，玄黄鼎，秦爷，我已经摸到了铜钱，为何这鼎不应我？这不公平！得意什么啊？你以为你能摸到这铜钱吗？你不过是一个底层的垃圾，在这猖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叫他不答应吗？慢！秦爷，此人卑鄙无耻，低贱下流，更假冒界王。玄黄鼎如此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能任凭此人轻易染指？应该立即将此人赶出去，绝不允许他轻易触碰神器。就是，秦爷，你可能对这货的底细有所不知，他不过是柳家的弃婿罢了。他凭什么染指玄黄鼎啊？就算在场的所有人都无缘染指，他也不能染指玄黄鼎。他染指是对整个神界的界王不孤独。就是啊，这太过分了！怎么就这么害怕玄黄鼎认我为主吗？怕？可笑！只不过这鼎是神器，我万剑盟管理神器，谁能接触我庄家，自然有发言权。而你这个废物，只不过是一个底层人，怎能碰得？够了！我是来为玄黄鼎择主，我是来看猴戏的。玄黄鼎择主，不分贵贱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资格。难道你们真如这位先生所说，那么害怕他就是玄黄鼎之主？怎么可能？好，我给这废物一次机会，他若是拿不到这铜钱，秦爷，他该如何承受这万剑盟的怒火呀？若我拿到铜钱，你们可否以死谢罪？哼，可以，
此人冒犯我万剑盟，还染指神器，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。把话发，何须着急呢？我可是庄启山的后人，我庄家有三皇剑诀加持，都无法拿到铜钱。他一个底层的废物，又有什么资格得到玄黄鼎的承认？一个凡夫俗子去碰他，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。胆敢染指神器，这样的结果算是好的了。不过半条命，哈哈哈！今天他没命走出这里。叶枫，别逞强了。万剑盟世家并非冷酷无情，若你诚心道歉，并不会死。但你一心想要夺取神器，那必将离死亡更近一步啊！多谢提醒，可没必要。叶枫，神器这是震怒了，真是找死！哼！诸位，且听龙吟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地无之名，召回玄黄。顶来！顶来！都已经4响，难道会有第5响？难道传说是真的？玄黄5响，地灵归心；玄黄6响，天物俯首；7响，海灵沉浮；8响，轮回重生。秦爷认主时，玄黄鼎不过8响，秦爷也获得了长寿，甚至不入轮回的力量。会9响吗？玄黄9响，天地为臣，阴阳为师，九掌玄黄，脚踏洪荒，为人知己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玄黄之主？绝不是，我血脉正宗，我才是。玄黄鼎认主，秦正德恭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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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他不可能是神器之主，绝不是。不是我的，那你叫他一声。玄黄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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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才是真的你吗？我们相识了这么久，你都在骗我。我何曾骗我？我说柳家有如今的地位，都是因为我，你信了吗？我说今天的宴会都是为了迎接我，你信了？我说这个座位是为我而设，你又信了吗？你一直都不相信，所以你问我做什么？好，分明是你从未诚实待过我。随你怎么想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够了！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所以你去相信你相信的东西好了。叶先生，今天的事情是一场误会，我等无意之中得罪了叶先生，当然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那你就去死！叶枫，不知者不罪。就算你身为玄黄之主，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定我等的生死啊！秦爷，神器乃界王之物，难道一则新主就要见血不成？今日不该见血腥，但诸位未免自视甚高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秦爷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此人说话，如今他欲将我等尽数诛杀，你还要帮他吗？笑话，见我做事，何须他帮？滥杀无辜，你不配持有玄黄鼎！我万剑盟不服你！即便玄黄鼎认你为主，你一个人敢跟我万剑盟斗，我万剑盟马家不服你，蔡家也不服，我万家亦不服。我都不服！我都不服！神器该由万剑盟保管，此人不仁不德，不配持有神器。神器有灵，神通万物，观人心，德行有失的人，怎配拥有神器？何况家产和你们有何相关？你敢动我万剑盟？万剑盟树立在人世之上，就算你是神器之主，
你敢惹我们万剑盟？得人心者得天下。如今阁下与我万剑盟世家为敌，即便你身为玄黄之主，又如何？叶枫，你敢灭尽天下世家，有何不可？万剑盟绝不饶你！万剑盟绝不饶你！一头将士到！一头将士到！又见面了，我是帝州江家江可心，你的未婚妻。万剑盟代盟主，天之下，帝州江氏。没错，若是帝王江家，只要有天罚剑在手，便可斩掉天下人。跟我走，我有你要的东西。不好意思，叶先生，我先带走了。你们没意见吧？你庄家不似江家，手握天罚，为国主令，不可杀之。终究是对付不了他们。走吧，未婚夫。我错过了什么？他绝不会是界王，秦野，这一切都是阴谋。叶枫是秦野的傀儡罢了，一切的幕后都是秦野。庄少，他刚刚可是亲自收取了玄黄鼎。玄黄鼎之主是秦野，是界王钦定的。其实他想放弃，就放弃了。此话怎讲？秦家自持玄黄鼎，多次企图独霸万剑盟，却无道理。于是秦正德便找了个傀儡，以认主之名，看似立威，实则树敌。他秦家从此以后便可借这废物之手来攻击其他世家。什么？定是如此。各位，今日之仇，庄家记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江小姐，方才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江家有你要的东西吧？无主亲戚，必要时可让江可心与您双修。双修？我爷爷让我找到你，并且嫁给你，带你回江家。嫁给我？叶枫，叶枫，叶枫。人可以穷一辈子，但绝对不能没有骨气。你的谎言已经被破了，别再走错路，回头是岸。什么意思？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是吗？受了秦爷的命令，但是你确实伤害了各大家族，你理应赔罪。柳小姐，我未婚夫做的事情，我江家一力承担。而且过了今夜，那些敢欺辱我未婚夫的世家，必将不复存在。这就是你的资本吗？江小姐，我提醒你。叶枫，他不是你的样配，他配不上我，更配不上你。柳小姐，这是要过问我江可心的事情，希望江小姐你不要后悔。这句话呢，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你做事人终究不会吵架，叶枫，你好自为之。还以为你是我的男宠哎。今天过后。整个中州都会这么认为。那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叶枫哥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天罚剑在哪儿？我家。走。去哪儿？你家。爷爷给我找的未婚夫真好，干练又帅气，我一定要追上。天罚剑在哪儿？哎呀，忙了一天，累坏了吧？先休息会儿再去也不迟嘛。秦正德，没想到你看起来忠于界王，却最走你可惜你太蠢了，chết在叶枫的手里，那就是怀璧之罪，自取灭亡。你秦正德的东西，我庄家要。这才拿下。真帅，爷的眼光真好。还有我没看到那封信的内容，爷的命令坚决执行，双修正义。
你要干嘛？双修呀！爷爷说了，一定要和你双修。我不会跟你双修，自己出去。那可不行，爷爷的命令我完不成，就没脸见爷爷了。怎么，你现在有心情和我双修啦？你身上怎么会有天罚剑的力量？你跟我双修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干什么？我不会对女人动手，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，你就被绑在这里，我可就走了。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啊！我这么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要和你双修，你居然把我捆成寿司！我就给你3秒钟，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可真就走了。3、2、1。我说，但是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，我一受到惊吓就容易忘事，你吓着我了。你别再跟我耍什么花招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双修的。如果你再耍花招的话，我可就不给你机会了。我说，你说的什么天罚剑的力量，我不知道，就天罚剑嘛，我只见过几次，一直在我家的宗祠里。可能是因为我是江家的人，所以才会有吧。我知道玄黄鼎已经认你为主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天罚剑啊？我要收回所有神器。那你志向还挺伟大嘛。难道你愿意把天罚剑给我？这神器嘛，本来就是能者持之，愿不愿意你应该看天罚剑。啊，你干什么去？取剑。我们江家不能没有老爷子。现在老爷子因为功法差池，昏迷不醒，现在只能拔出天罚剑才能救出老爷子，所以是时候决定谁来掌握天罚剑了。至此重开天罚剑之际，我雷千虎来的可正是时候啊！雷帮主真会说笑，这是我江家的家事，雷帮主还是回避一下吧。雷家也是神器持有者，我在场并无不妥。何况界王也未曾说过一人不能持有2件神器。你什么意思？江家的神器，你们外人怎配持有？神器事关9州人界，江老若有差池，你们江家谁能担当起守护9州、守护神器的大任？江海山，你不会以为你是下一任天罚剑主吧？啊，可惜呀，你的天赋太差了，难怪江老让一个小女娃娃做少家主。雷千虎，给我闭嘴！我再说一遍，这是我江家的事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请回吧。好啊，我雷某可以马上就走，但我雷家肩负9州人族重任，绝不能让神器流落到无能之人手中。这天罚剑我必须带走。还是那句话，江家没有了江素云，护不住天罚剑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二叔，我爷爷呢？小姐，家主遭到功法反噬，昏迷不醒，现在只有天罚剑才能救家主。可是爷爷是天罚剑之主，只有他能取出天罚剑。叶枫，你一定可以救爷爷的，对吗？江可心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个人是谁？叶枫，我来取剑。简直是胡闹！江可心，你带个外人擅闯我江家祠堂，已经违背了祖制，你还像个江家的少家主吗？二叔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爷爷重病在床，祖制有这么重要吗？也许他真的能救爷爷。知道爷爷病了啊！作为江家的少家主，你不想方设法的为江家排忧解难，你带个外人过来抢我们江家的天罚剑，都像你这样不守规矩，我们江家怎么立足于地州？怎么立足于万界盟？鉴于天罚剑，我不答应！不答应！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未婚夫。婚书可笑至极，这怕不是你随便找的小白脸吧？江可心，你对得起江家的列祖列宗吗？这婚书是我爷爷定下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从小，爷爷就对你娇生惯养，
养成了你这种刁钻跋扈的性格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今天除了我江家的人，谁也不准动天罚剑。来人呐，围住他！恐怕你们江家没有一个人能拔出那柄剑。算个什么东西？天罚剑是我们江家的神器，我们江家人动不了，谁动得了啊？哼，臭小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让玄黄鼎认主，其实就是你秦正德唱的一出戏，欺骗江可心，让他来江家闹事，其实就是秦正德背后怂恿的，对吧？可惜呀，算盘打错了，不过是江可心的一个玩意，你也配染指天罚剑？小小的蝼蚁也敢提天罚剑？连我也敢动吗？哈哈哈哈！杨可心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可你到现在还要护着他，冥顽不灵，死不足惜，给我上！臭小子，今天是铁了心要抢我们江家的天罚剑吗？你知道吗？天罚剑是界王神格所化，他是来镇压天下气运的，你这是找死！就你们拦得住？小姐，我就说了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看啊，我们当初肯定是认错人了，狼子野心，令人作呕。我只是要取回我自己的东西。东西，这是界王的神物，是我们江家的东西。一个卑贱的下人，你也配？你就是江可心的一个玩物。哼！如果你想皮服汉术的话，可以给你个机会，要从我们江家人尸体上踏过去，要把命留下。杨可心，如果你还觉得你是江家人的话，站过来！天罚剑是我江家的信，为了这个小白脸而与我们整个江家作对吧？信你。二叔，叶枫就是爷爷让我找的人，他一定不会害江家，没准他能救爷爷。放屁！杨可心，你是铁了心要保护这个小白脸吗？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？江二爷，这场好戏我看的倒是过瘾啊！事关神器，我雷天虎可不能坐山观虎斗。这玄黄鼎之主看起来年轻的很呐，江二爷。如今江老家主昏迷，我看你们如此斗下去也是无益。听闻他在风云宴上让玄黄鼎认主，要是真有本事，不如让他拔剑。说是能让天罚剑认主，也能救了江老一条命，不是？他拔剑斩杀死夺玄黄鼎，你看如何呀？啊，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能拔出天罚剑，救了老爷子，就饶你不死。雷千虎，若是我江家因此丢了神器，跟你没完！你以为他真能拔出天罚剑？那尊玄黄鼎不过是秦正德所属，还不是他想说给谁就给谁？风云宴不过是作秀而已。如今江老家主尚在，天罚剑岂能另任新主？小姐，您这太傻了。这叶枫就是个普通人，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废物。天罚剑只会认老家主那样征伐天下的人为主，这种人才不配。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有经过尸山血海的洗礼？爷爷说过，他是唯一一个值得我们江家俯首称臣的人，我信他。叶枫小姐。玄黄鼎护体，小子，把玄黄鼎也留下吧。二叔，难道你要背信弃义？你说过让他取剑的。蠢货！天罚剑岂是他这种人可配拥有的？我说是天罚剑，就是玄黄鼎，他也不配拥有。真是秦正德一条好狗啊！你激怒天罚剑，在没死之前赶紧交出玄黄鼎，还可以保你个全尸。想要剑，自己过来拿。
竟然激怒了天罚剑。他身上有2件神器，是碰撞的话，是饶不了你这个废物。神血梁断了。传闻蒋老年轻时在雪原深潭中找到这副玄铁链，剑鞘就是炮弹也能将之震碎，怎么会？阿叔，你救救他！哼，激怒了天罚剑就该死！敢染指我们江家的神器，他死后我要拉他去将他的尸体喂狗。让世人看看得罪我们万剑盟世家的下场。你救他，小姐，这不值得。他不过是一个被人抛弃的废物，你要拿命去换一个废物吗？他不是废物，他胸怀大志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就二人均已献计，贾二爷，这天罚剑是我休想的了，这是我们江家的。爹还没有死，天罚剑怎么会立新的主人呢？去告诉江素云，天罚剑物归原主。小友，这么走不太好吧？有些东西你这种人不配持有，劝你赶紧把神器放下。今日你敢盗走天罚剑，万剑盟便对你不死不休。阿叔，你不是答应了让他取剑吗？现在天罚剑已经认叶枫为主，那按照规矩，我们江家当任天罚剑主，叶枫为首。住口！江可心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耍什么花样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们江家无需向我低头，毕竟如今的江家还是今天我就要带走天罚剑，我看谁敢拦我！徐家主，帮我杀了此人，神器我们一人一半。一条狗不配持剑。哦，雷家的执剑人，那地灵剑。叶枫，千虎是要取你性命。雷千虎，雷千虎，我看叫雷老鼠差不多。江家神器，跟你拼了！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爹，你可算是醒了。爹，你有所不知，你受伤之后，我本想拿出天罚剑来救你的命，没想到江可心他根本不管你的死活，带着小白脸还跑到我们江家的祠堂，要夺走咱们江家的神器呀！这是什么意思？爷爷，都是可心没有用，没有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，保护好叶先生。什么？叶先生？他现在人呢？江素云，你可真对得起这把天罚剑？臣江素云参见剑王神君。不用客气。天罚剑为何没有行情？自剑王您离去，万剑盟便有异动。臣担心有人觊觎此剑，所以谎称剑鞘丢失。你说对不起我，是指不愿唤醒我之事。请剑王相信属下，不唤醒剑王，绝非属下的本意，而是那庄启山和雷月逼迫我这才。剑王息怒。天罚剑鞘在哪？在难怪我靠近他的时候，又会略有增加。我是怕人觊觎，才将剑鞘封入了可心，让您和可心双修。担心有人觊觎，我看是怕你江氏不保吧？属下不敢，界王，属下愿意戴罪立功，请界王饶过江氏。起来吧，我准你戴罪立功，但是跟江可心的婚事，我不。你饶过属下，属下已经是感恩戴德，哪还敢有别的要求？只是这剑鞘，这你不用管，剑鞘我另有办法。界王，您可是要取回庄家与雷家的神器？
那雷千虎手持地灵剑，天赋超绝，甚至可以赶得上当年的雷月，而且还有红星会这种超级的势力。就你以为父，恐怕不容易拿回神器啊。这件事你不用担心，符是我父亲遗物，被我前妻遗失了一本。猫的，此物我在海城的白家见过，当时就觉得眼熟，没想到竟然是剑王的父亲于府。几日后，白家将在府中举行一场拍卖会，据悉将会把此物当成拍品，剑王您只要前去将此物拍下，便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拿回父亲于府。调查过了，这小子是柳家的弃婿，除了秦正德之外，没有任何背景。还真是秦正德的一条好狗啊！爷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对他还毕恭毕敬。他不会在演戏给我看吧？让我断了继承江家家主之位的念想。那咱们今后该……神器，要是能得到神器，别说是江家、万剑盟，整个天下都要对我江海山俯首称臣。主人，这是白家的资料。是海州的白家。我听说白家当家少家主可是个难得的美人，而且还对古董一类的东西颇为懂行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为什么不能来？随你，到时候别给我添麻烦。哎呀，宝贝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和晴天的合作出了点问题，公司人心不定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若曦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们庄柳两家现在是一体，自然是会保护你。秦爷现在在忙着世家的事情，没有手来处理庄家，更何况叶枫现在是江家的人，秦爷也不愿得罪他。而我，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比不上叶枫？张少，您别误会刘总，叶枫躲在女人背后报复刘总，品行低劣，卑鄙至极。我倒是觉得背后说人才是品行低劣，卑鄙至极。我知道背后议论别人不好，但我所说的都是事实。就比如现在，他只能躲在你的身后，连我说的话都不敢讲。就是像条狗一样，只会躲在江小姐背后狂吠，被人骂了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看，分明就是心里有鬼。说得好，江小姐，你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，别被这种凤凰男给骗了，以为捡了个大便宜。像这种垃圾，我丢进垃圾桶都嫌弃占了空气资源。我劝你少说话，我不介意送你下去。刘姐姐，头发扎上更显脸大了。亲爱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这货才显脸大呢。听说这次拍卖会会有神器出现，只要我拿到，我就保证你们柳家加入万剑盟，享尽万世荣华。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拍下来，就记在我江家账上。那倒不必了。何必不必呢？既然吃软饭了，就吃到底了。怎么不开心了，小白脸儿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江小姐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那当然了。白家大小姐到。诸位，欢迎来到我白氏拍卖行。话不多说，今天第一件藏品唐银真迹，底价300万。310万，350万，400万，500万，1000万。第二件是平玉壶，底价300万
350万，400万，450万，500万，600万，我出800万，850万，900万，1500万，2000万。混蛋！还有需要加价的吗？下一件拍品，起价3000万，3100万3200万，3300万，400万，3500万，1000万。这人谁呀？这么简单？没人加价的话，此物由叶先生获得。千年雪参5000万成交。这谁呀？好大的手笔！一个被江小姐包养的小白脸，像这样的下等人，想要进入我们这种阶层，也只能靠这种手段了，真是让人看着恶心。有点意思。我有些事情要去处理，拍卖会这边你自己看着办。下一枚拍品是这枚鱼符。这枚鱼符是我无意中得到，其常年温润，从不受外界环境影响，带在身边有提神的功效。由万剑盟专家鉴定，其中有一股神秘的能量，底价3000万。不过事先声明，此物与我有缘，我会为此物选择下一任主人。也就是说，拍得此物后，先需要经过我的同意，才能带走此物。白小姐可是古董界的泰斗金人物，为了这么玩意儿，竟然破坏拍卖行规。我看这个东西价值非凡，能不能拿下？这不是叶枫当年送我丢失的另一半鱼符吗？我出价3100万一次，4000万，4100万，5000万，5100万，8000万，8000万一次。啊！小子，难不成是和我们作对呀？拿女人的钱和我争？8100万！小子，他妈还要不要脸啊？霍江小姐的钱跟我争，真够下贱。不过也对啊，像你这种货色，也只能拿这种资本跟我庄波比呀。叶枫，我劝你别再加价，不然啊，江小姐今晚怕是要把你像垃圾一样赶出江家了。这枚鱼符并不是你我都清楚，这只不过是你当年送给我的一个垃圾而已。你这样加价，根本不值得。刘若曦，你的眼界太狭窄。这是拍卖会，价高者至于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，只要我出得起，这东西就是不信你2个亿，2亿一次，2次。若无人出价，此物由叶先生获得。成交。慢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拍卖会交易应该当场付现才对，必须本人有所资产。但叶枫没有半点资产，他有什么资格参加拍卖会？对，咱们拍卖行确实有这个规矩，这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冲大头，挪用他人资产。一般没有资产是不能够进行拍卖的。今天的拍卖会完全是一场闹剧，我还想请您重新拍卖。刘若曦，与我有没有资格用不一管。确实没有关系，你是借着江小姐的关系混的，像你这种身份，怎么配进入这个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谁说不是呢？我等都是中州世家名流，他算什么？小白脸吗？也就是仰仗着江小姐的那股新鲜劲儿，等江小姐那股新鲜劲儿过了，可不知道要有多惨呢。有些人啊，除了吃软饭当寄生虫，也不知道还会做什么。叶枫，这样无能真的会看不起。现在的你，为了钱，难道连人格都不要了吗？为了钱丢掉人格的，难道不是你吗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，宝贝儿，何必跟他生气呢？不过是江家养的一个小白脸，你等过几天江小姐把他玩腻了，你看他还有什么底层的癞蛤蟆，还想起飞呀？飞呀，你飞呀！我申请取消他的拍卖会资格。我复议，万剑盟世家雷家到！万剑盟世家雷家到！诸位，我来晚了，诸位不会介意吧？居然是红星会的雷少，白小姐，我来晚了，不要介意啊。过几天我父亲生日，这东西不错，正好今日我奉家父之命将此取回。白小姐，可否做个顺水人情啊？雷少，
此物方才这位叶先生拍下来了。这东西我要了。这东西我已经拍下来了。我说了，这东西我要了。我说这东西我已经拍下来了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要强抢？强抢？我雷安看上的东西用得着强抢吗？我拿这东西是给你面子，是看得起你啊。雷安，你要在这里闹事吗？好，我今天就给白小姐个面子，我出双倍的价格，东西留下。至于你嘛，看着这么恶心，自己给我从这儿滚出去，别脏了我的眼睛！臭小子，嫌命长是吧？敢动我！哦，我动便动。好，你告诉他我是谁。雷少是红星会的下一任继承人，中州的皇帝，可不是一般的世家能比得了的。臭小子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谁呀？啊，雷少，他就是叶枫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江可心的男宠啊！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软骨头。我告诉你，在中州，我红星会才是王。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趁我没发火之前，从这里跨过去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这等小白脸，在我面前这么嚣张。凭江家，凭秦正德，可惜啊，这里是中州，不是江家的势力在的，在我这里，我让你死，你活不过今天。让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该待在什么地方？欢迎来到中州。宵小鼠辈，也敢在剑王头上动土！怎么了？这谁啊？哎呦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怎么什么人都可以来扫爷的兴啊？小妞长得不赖嘛。他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3倍的钱。这样，你还给我个贴身24小时服务，怎么样？再敢出言不逊，哎，我说你个软骨头，心安理得的站在女人后面。对，还用不着主人出手。处，你们挺会玩啊 ！SM， 哎，不行你也陪我玩一玩，怎么样？我比他强壮很多倍。嗯。给我上！这么厉害的事啊！叶枫，和雷少道歉，要不然庄周再无你容身之地。刘若曦，别拿你狭小的眼光来看我，你看不看得起我？我占的都是你看不到的地方。我们2个已经离婚，我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你又干什么？我给你3句放狠话的时间。3，我警告你，2，我可是红星会的继承人。1，到。雷少，雷千虎是你父亲，找死！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这种宵小鼠辈。回去告诉雷千虎，改日我叶枫登门贺他，万寿无疆。雷安，你闹够！白着刀，给我杀了他！雷少都打不过，我又怎么打得过呢？你听说你很能打。请自重。我宣布拍卖会结束，损坏物品的名单我会发给红星会。雷少，我白江虽然初来中州，但是与红星会碰一碰也不是不好。走。青雀在。结账。我说过，交不交易由我说了算。想要啊，来我这拿。
霸气冷漠，好对胃口。叶枫是吧？我要定你。抱歉，他们会中途离开了。九王，你未婚妻都要羊入虎口了，你能不能长点心啊？什么意思？都是我二叔，他让我去参加雷家寿宴。你不知道，雷家少爷雷安曾经追求过我，被我拒绝后，他还经常骚扰我。你必须得陪我去，正好借此机会，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你才是我的正牌未婚夫。雷千虎的寿宴，我会去的。主人，这是秦正德的令牌，拿着它，您可以随意进出云海天宴。既然是他的寿宴，那我们也不能空手去，帮我准备一份厚礼。今天是我爹的寿宴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放进来？今天你的美女保镖不在，那你还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来？怎么？今天这场子，我江家的人不能进？江小姐，您是我爹的座上宾，自然可以进，但他不可以。今天是我爹的寿宴，他一个柳家妾血，一个废物，没有任何背景，一个靠女人吃饭的软骨头小白脸儿，他凭什么来赴宴？这里可是雷家，这里是云海天宴，中州第一酒楼。我有这个，能进否？秦爷的令牌也不能进，要进钻狗洞进去。叶枫，你在风云宴当狗的事情早传遍我万剑盟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废物是怎么得到玄黄鼎的。我们雷家可是神器世家，不与苟合。他是我江可心的未婚夫，就算他今天没有这块令牌，也是我江家人。怎么？你们雷家不欢迎我江家？江小姐可别给我雷家扣这么大的帽子。您是我爹的贵客，自然能进，但他不行。我说你这个落水狗，是不是得打断你的狗腿才会长记性？给我打断他的狗腿，丢出去！你们敢？江小姐，这里可是中州，您要是阻拦我，我倒是不介意明天告诉江里，江小姐意外溺水而亡。你的美女保镖不在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用手下留情。小谢，今日帝都江家会来，好歹也是帝州世家，把儿找来，和我一起去迎接江小姐。还有叶枫，说不定以后一定要看好人气，看好大门，绝不能放肆任性。是。门口那边什么声音？估计是少爷为您请的乐队到了。什么乐队呀？少爷说您喜欢古典乐，特意为您请了世界级的演奏乐团。雷少真是孝顺啊！哪里哪里。喂，去门口看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爹，有人闹事！爹，有人闹事！来者是客，今日是我雷千虎寿辰，不予生事。阁下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来人，上寿礼。恭祝雷老爷万寿无疆。阁下哪条道上的？哪条道？人间道。叶枫，人来了。爹，就是他，这个柳家赘婿，到处装逼的废物，装神弄鬼，在江氏拍卖会上辱我胡青会，又欺我儿，我没杀你，要自己送上门来。雷千虎，我来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哼，我雷千虎的寿宴不欢迎你这种人。诸位，啊，趁江老家里病危的时候，强取天罚剑。江小姐，你怎么还和这种人在一起呢？我这种人，敢问我这种人是什么人？
什么人？卑贱至极的下等人！臭水沟里的蛆虫，也敢在我雷千虎面前耀武扬威？雷千虎，雷月的后人，你跟他是真的一点都不像。雷月他狡诈如狐，狼狈为奸。你呢？粗蛮似狼，可惜又少了3分，只能做夹着尾巴的背。我爷爷雷月是定3界9州的功臣，我雷千虎是红星会的掌权者，岂容你这般羞辱？雷家主莫急，先看看我给你送的寿礼，竟然送钟，可还满意？叶枫，你居然敢送我爹一口钟！此钟乃100年黑金所制，价值1000万。黑金做钟，朝夕纳岁，断子绝孙，好很多。怎么在人家寿宴上送这种东西啊？这也太没有人性了吧！我还专门让人请了法师，在这上面刻了文，保证雷家主能够顺利去往18层地狱。叶枫，别以为有江家和秦家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在我爹的寿宴上如此放肆！雷千虎，交出地灵剑，然后接受寿礼。至于家中世代供奉，提出违约之罪，我可饶你一命。雷家神器，界王亲赐，你这种蝼蚁有什么资格拿走？我雷千虎不是秦正德、江素云，拿走我雷家的东西没那么简单。听说你红星会是中州的王，中州王就是如此。今日是老夫寿辰，不如以和为贵，你我打个商量，跟我合作。你一个凡人驱动2大神器，必定损耗寿元。交给我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此人竟是2大神器之主，这不可能！从没听说有人能让2大神器认主的。驱动2大神器有，这天下所有的神器，皆为我所用，他们本就臣服于我。口出狂言，难道你是在说你就是界王？正是。雷千虎，趁我还没动怒之前，尽快将地灵剑交予我，否则我会看见雷家在你眼前覆灭。放屁！不要以为你勾结秦正德，拿了2件大神器，老夫就会向你这个臭主低头。地灵剑，雷家的东西，休想从我雷千虎手中拿走。雷家的东西，地灵剑乃我神哥所，什么时候成了你雷家的东西？放肆！界王公干9州，无双之人，岂是你这废物、这臭水沟里的一只老鼠能比的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秦正德应该快到了，届时你自然就会知道我到底是谁。哼，叶枫，你配！不要以为你拿了2件大神器就可以嚣张。今日要想抢神器，先屠我雷家满门，就看一看，让万剑盟看一看，你叶枫和秦正德到底是什么货色。家之死，换9州之怒，换你和秦正德的命，不亏。好一个一家之，换9州之怒。既然你早有脑子，那我便成全你。你真的要惹怒9州民众？若不交出地灵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家神器，界王神君赐予，岂能交给你这个毛头小子？若他就是界王呢？秦爷，怎么可能？秦爷昔年随界王征战，多年以前，秦爷才10几岁。按时间来算，界王再怎么着，也应该是雷爷父亲辈的人物啊！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秦爷，是界王身边最为信任的副将啊！界王，属下来迟了。秦正德，你雷千虎，界王所属，如今界王登门，你还不肯交还吗？秦先生，你老糊涂了吧？
怎么可能是界王呢？秦爷，您弄错了，这人啊，他就是柳家的弃婿，一个吃柳家喝柳家的废物。这人怎么可能是界王呢？秦正德，你说是走狗，我雷千虎可不是。沉睡未醒，他是界王，可笑。黎家不愿唤醒界王，倒是界王如今才醒。不知过此虚城，雷千虎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切！秦正德，在我面前就别脸藏你脸线。你把玄黄鼎给了这小子，又让这个臭小子去拿天罚剑，如今冒充界王来拿我地灵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啊，卑鄙无耻，无德不仁，人人唾弃的废物！他绝不可能是界王，他绝不可能是界王。这样强大的力量，都是我们的了。界王既让我等之后唤醒他，如今时机已到，秦正德传唤，我等都不去。北岳，唤醒界王，我等需要交出神器，你舍得吗？神器终归是界王之物，况且阴界之门若是……那又如何？何况力量在谁手中就是谁的。神器既然在我等手中，我等才是神器之主，是这九州之主。今日之事，两位还得三缄其口，免得走漏了风声。力量，力量，在谁的手里就是谁的东西。黎家的神器，雷千虎在，你别休想！不催呀，江山召唤，只有界王。萧还是不界？你真是界王！罪臣雷月之后，雷千虎恭迎界王归位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弟子跪下。今日我只为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界王之物，雷千虎不敢私藏，我这就亲自取来，归还界王。爹，与雷家无关的人尽快离开。还有，今日之事不可外传。界王，为何不让人知道你已经回来了？有些虫子还没有出现。你这玩的是不是太大了？力量在谁的手里，就是谁的。回来又有什么用？这东西在我手里，就是我雷千虎的。界王之物，雷千虎敬奉。地灵剑已交还，请您高抬贵手，饶过红星会。界王，界王，雷千虎，你干了什么？到了我雷千虎手里的东西，谁能拿走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一点迷药。不过他别想再醒来。雷千虎，你难道真的背叛了界王？是又如何？难道就因为他拥有神器，他就是界王吗？雷家功勋赫赫，凭什么要居于人下？雷千虎，你放肆！秦正德，他没来的时候，世人还尊你一声秦爷；他来之后，你就要俯首于他的脚下，真的甘心吗？不如跟我合作，杀了此人，以后中州还是中州，你的地位不会改变，没有人凌驾于你我之上。你怎么不愿意？不愿意做？雷千虎做，想拿走我的东西，一起下地狱吧！
爹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东西，我能不知道被做了手脚吗？还在我的手里，这份力量是我的。我感受到了，力量超越人类的力量！爹，贪欲过重，终究会被贪欲吞噬。白千虎，当年你和庄家狼狈为奸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今天自食其果，终究。主人，您的力量逐渐回来了。这还不够，我现在手上只有3件兵器，庄家那件还未取，还有我的渔夫，一起进去。你要想和我双修的话，随时等我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没请诛九族。是。雷家被人灭门了，谁干的？还未查明。那些受邀的宾客都被秦正德要求3缄其口。一定又是那个臭小子叶枫干的，手握2件神器：天罚剑、玄黄鼎，现在就是地灵剑。此人不除，乃我心头大患。我不是想要神器吗？肯定会去庄家的。给我盯紧点儿，这件神器绝对不能落入他的手上。爹，大事不好了，红星会被人灭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听人说和叶枫有关系，是不是江家？江家为了他出头，那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们家？爹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着什么急？不管是谁，都动不了我们庄家。三皇剑，当初秦爷让我参加风云会，顺道让我带上神器。我告诉他神器已经遗失了，哼，只是他们未必能信。还好爹你长了心眼儿，不然咱们庄家的神器也被那个废物染指了。不过呀，我想不通啊，为什么秦爷要让叶枫出头啊？还让他拿走了玄黄鼎，如今还覆灭了雷家。神器乃是界王神君神格所化，集齐所有神器，就可以褪去凡胎，一步登神。没想到秦正德藏得深呢，怕不是快死了，开始做梦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参加拍卖会有没有把渔夫带回来？让叶枫拍下了。不过爹，您放心，那个白小姐似乎并没有将渔夫交给他。这个死废物运气倒是好得很，成为了秦爷的傀儡，接触到了神器。不过也就是一条忠心的狗而已，一个凡人也妄图使用神器。秦正德也想成神，那咱庄家未必不能争上一争。秦正德野心太大，反而弄巧成拙。叶枫只是一介凡人，他发挥不出来神器所有的力量，只需要给他一点好处。废物未必不会倒向我们呢。大爹，你想怎么做？这件事儿只能找柳若曦来做。江小姐，你到底要怎样？爹，我明天就要回江家了，今晚跟你睡一宿。怎么了？我不会跟你双修的。抱歉，我有急事找你，所以没经过允许就闯进来了。柳小姐，你来的似乎不是时候。我和叶枫这样睡觉，有什么事
明天再说。我希望你跟我去一趟。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要求你的资格，但我这是在帮你。如果你想摆脱你如今的境地，就跟我走。我什么境地？屡次冒犯世家，你已经上了万剑盟的黑名单了。庄家仁慈，他们愿意给你一个补偿的机会。如今只剩下庄家的三皇剑了，不如去看看他们卖的什么药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叶枫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走？庄家我迟早要去一趟，不如现在就去。我也去。叶枫，去之前我要嘱咐你一下，希望你能听进去，不要再自己。好吧。去庄家你要记住，不要再和庄少起冲突。他这次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会让你进入庄氏工作，还给了你副总的职位，这些足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有份体面工作，总比出卖色相的好。刘若曦，我希望你搞清楚，我来庄家是因为庄家拿了我的东西，而不是因为你。伯父，庄少。Hello， 亲爱的。叶枫，你怎么能？柳小姐，今天是来谈正事的，这些小事不必介怀了。既然是来谈正事，那这些东西就不需要了。庄家有我想要的东西。庄家主，雷家灭门一事，我想你已经知道。我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，交出三皇剑。叶先生，我给秦爷面子，叫你一声叶先生，但你进门便要我庄家的神器，是不是太目中无人，蹬鼻子上脸了？我父亲庄启山乃是界王麾下第一大将，三皇剑乃是界王亲赐，你有什么资格讨我们庄家要的？对，雷家的事情我知道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从雷家拿走了什么。你要是识趣的话，就老老实实的把所有神器都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就不用他。资格最没资格就是庄家。你阿伯，叶枫，你也知道，界王神器乃是界王神格所化，是无上至宝。我们这些将军的后人，就算是用尽全力，也没有办法完全发挥神器的作用，什么都不是，要它有何用？这里是我们庄家10%的股份，还有庄氏集团副总的合同。我们庄家是中州顶级的世家，你拥有了10%的股份，这辈子都衣食无忧了，又何必为了别人做嫁衣呢？还有，小子，识趣一点，把这合同签了。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不比靠你人强吗？江家是地州世家，江可心可是江家大小姐，她看上你只是因为你年轻而已。等你老了，她甩掉你，就像跟扔垃圾一样。怎么样，跟我庄家合作，待我掌控万剑盟，要什么我都给你什么。想要什么都给我，那我要是要你的命。小子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？叶枫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庄少这是在帮你。刘若曦，别拿你匹夫的尺度来衡量大树，我的高度你是看不到的。高度？你所谓的高度，就是攀附江家。算了，庄少，既然他不愿意，你也没必要帮他。一个甘心趴在底层的人，无药可救。柳小姐说的好啊，叶枫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要不要和我们庄家合作？还有义务。我知道你和秦爷或许有合作，还是江小姐的男宠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只是一时的注重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背景好操控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一旦你有别的心思，秦爷和江家都容不下你，
难道你不想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拥有自己的权势？这些江家和江爷绝对不会给你，只有我庄家可以给你。只要你交出神器，帮我掌握万剑盟，你就是中州之主。中州之主，庄文可，我提醒你，我只给你3分钟的时间交出剑器。小子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！3分钟到，还装什么？来人！小子，既然你不愿意，就别怪我庄家心狠手辣了。我给过你们钱，既然庄家不接受，得上路。那要看你没有面子不去。我上！交！那可是我庄家的。庄家，人气那界王所赐的。庄喜山在界王背后捅了他一刀，说这是庄家的。好啊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本你闯进来。马上开车过来，我要去庄家。江小姐，我来找你那个小可爱。白小姐？什么小可爱？当然是叶枫了。从哪儿找的？又帅又美。白小姐，叶枫是我未婚夫，请你自重。未婚夫？那我可更感兴趣。这怎么可能？是你的天赋太差。找死！我是一个废物，是一个蝼蚁，这怎么可能？叶枫，你给我等着！想跑？你不能走。给你1个忠告，你最好趁早离开庄家，因为今日之后，终究再无庄家。柳小姐，我江可心的人也敢动手？阿枫，你还真把人家留在酒店不管了。找到你了，叶枫，找了你好久。江小姐把你藏得很整齐。你不能走。柳若曦。啊，知道了。之前中州很出名的女总裁，听闻柳家项目出了点问题，柳小姐还有心情在这儿拦着叶枫道歉。想必柳小姐也知道我跟这位女士的身份，请问您有什么资本拦住我？没有资本，就请让路。白小姐，你还要跟到什么时候？我要跟我未婚夫回酒店了。哎呀，江小姐，把它借我2天嘛。小可爱，跟我回家吧，我比江可心更柔软。他不会跟你走的。上次给了钱，东西还没给呢。我们走。我不走，我要跟他去取东西。咱家出什么事了？好，我这就回去。东西呢？这么着急干什么？第一次来我家，太快办正事，我不习惯。你欠的人情是我的，叶枫，这个人情等你下次登门来还啊。剑王，找到庄文和了，在哪儿？被佳佳带走了。
叶枫，别来江家，你可千万别来！别来江家，千万别来！啊！江海山，他妈的吃里扒外，你敢跟他通风报信啊？爷，老家主不愿意说天罚剑的下落。你要对爷爷做什么？他是我亲爹，我能对他做什么呀？你要是不告诉我剑球在哪儿，别怪二叔心狠手辣。做梦也别想得到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。臭丫头，嘴巴还挺硬的。那个老爷子全部给我关起来！庄文和，让他赶快把叶枫给我带回来。是。别来叶枫，别来江家，我知道。姐王，庄文和似乎有些不同啊。蝼蚁，没想到吧？今日我们又见面了。叶枫，的确没想到，趴在地上的虫子也有站起来的时候。现在全身上下就剩嘴硬了吧？看见没？我们庄家和江家的精锐，当年跟随界王拼天下士兵的手下。今日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小小之辈，以下犯上！庄文和，不得无礼！秦爷，想你也是一代中州的统领，今日能当这个废物的狗腿子？你可知道，在你面前的就是昔日荡平九州的界王神君，你是在找死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是扯谎，说点让人相信的话，他是界王，狗屁界王，可是界王，今天我也让他死！叶枫，我知道你有点本事，耍的秦正德、江家团团转，但是在我庄文和的面前，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敢伤我儿，导致我儿因死重伤，今日我就让你付出代价！以武之名，供奉寿元，听吾号令，三皇圣剑！看到剑王的神器，界王已经死了，神器这是谁的？不是说他还是界王了吗？现在三皇剑在我的手上，凡人间我就是无敌的存在，看谁能保住他的性命！叶枫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好啊，我倒是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。你手中的三皇剑不正直，我劝你停止这歪门邪道。你想耍我？以为我是你身边的那些蠢货？你能驱动神器又如何？你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，一半的王八。而我是将军的后人，只有我能驱动真正的神器，我才是这个神器的拥有者。只有我才能得到这神器所有的力量。大言不惭！多谢界王。蝼蚁，今日再无人能阻止我庄文和。蝼蚁，在我眼里才是蝼蚁。